Hello，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李小璐，因為李小璐，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吧？她16歲就拿了影后，是當時內地最年輕的影後，後面也是一路是頂流藝人這樣過來的。然後她因為這個做頭髮的事件，就慢慢淡出了公眾視野，去做自己的服裝啊什麼的。最近一段時間，她頻繁的發布這個自媒體，然後還接受了一個比較長的採訪吧，深度採訪。時隔8年第一次回復，聊到自己的這個做頭髮的梗，然後也給大眾一個極度想要付出、想要出來賺錢的信號。感覺他是想通過剖析自己艱難的心路歷程和受過的那個委屈，來一個逆風翻盤。這樣做能不能成功呢？我覺得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不太可能。這件事情對我們普通人有沒有影響？就是他想出來付出，但是我覺得不太能成功的這件事兒啊，我覺得是有的，而且對於女性來說是很不好的影響。當然，我不是說女性出軌沒關係，那我為什麼這麼說呢？咱們先來看看下面的數據吧。關於公眾人物的，同樣是犯錯，不是那種吸毒嫖娼、偷稅漏稅這種違法的事兒，就是私德領域的問題。一個人他需要多久才被允許翻篇，才被允許重新復出？我大概的就是列了幾個人，一個就是1999年的成龍，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女的這個新聞，對吧？爆出來，然後他當時就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我想大家也應該都知道。我做錯咗全世界好多男人都做錯咗嘅嘢，就是他說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就這一句話。然後說完，他的電影照拍，後來還拿了奧斯卡的終身成就獎。這是一個非常頂的一個例子了。然後2014年，文章也是出軌了，當時還有一個梗叫周一見，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然後2年之後他就開始自導自演自己的電影啊，然後後面也有出演別人的電影，就開始復出了。然後2021年王力宏的事情也是他的離婚風波吧。他當時是道歉，然後說自己要退圈，也是2年的時間。然後呢，後來就又復出，然後現在也在開那個全球的巡演唱會。還有一個就是2015年的時候，陳赫的一個新聞，他的好男人形象塌房了，也是被媒體罵了一陣兒，但是他現在還是綜藝裡最受歡迎的那批人。然後還有2017年薛之謙被女友連環爆料，這個當然他否認了這個大部分的前女友的指控，這個必須說明，但是也是這個風波過去之後，就是依然現在開演唱會啊什麼的都沒有影響。李小璐的事情是2017年發生的嘛，到現在為止已經8年了。這個做頭髮的這個梗到現在還沒有翻過去。20年前他算是頂流藝人，現在是0部戲、0綜藝。上個月他自己在直播裡頭還說他現在連一條那個口播的廣告都發不出去，也沒有什麼戲可以拍，沒有商演，沒有電視劇，沒有電影，甚至我連發口播有的視頻都發不出來。就是他接了，然後他也拍了，但是就是發不出去。當然你可能覺得這是娛樂圈的事兒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我覺得是，就是咱們來聊聊這個事兒，就我覺得是有關係的。因為我覺得這套規則就是可以說每天都在普通人身上跑，它不光是明星的事兒。就比如說吧，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同樣是離婚吧，如果一對男女離婚了，然後男的大概率會就是社会會覺得他是恢復了單身，對吧？他可以再找。但是如果是個女的離婚，就是大概率他會被人背後問一句，是不是他有什麼問題啊？他怎麼樣？他是不是不顧家？他是不是怎麼樣？就會就是大家會覺得是不是他有問題，對吧？然後還比如說同一場這種辦公室的戀情曝光，那背後悄悄離職走人的一般都是女方，你可以去調查一下。然後還有比如說你同樣是在酒桌上多喝了2杯，那男的肯定是叫豪爽，對吧？就是給面兒，但是女的一般都會說不檢點啊什麼的，就這種。同樣的事兒，男女他付出的代價是不一樣的，就是差別其實不在事兒，就是在這個人是誰。這樣的規則為什麼出現呢？後面我會說我的想法，但是我是覺得如果這樣的規則一直存在，那總有一天它也會輪到你我身上。當然其實現在也已經在我們的身上一直每天都在發生這樣的事情了。這期呢我主要想講3個想法。
第一個就是關於當年的那場全網的審判，第二個就是他這次哭着說他後悔了，為什麼所有的人還是不滿意，第三個就是他能不能復出和我們普通人到底有什麼關係。第一點關於那個當年的那個全網審判這件事兒，大家應該都知道了。那個李小璐婚內出軌有實錘，對吧？他這次在那個就是這次採訪當中，他說他和賈乃亮的那個離婚證是2018年3月14號領的，比官宣早了整整20個月。這個日期如果是真的，那2017年12月31號那天晚上，他出現在 PG One 的住處，那個賈乃亮直播間裡那句他在做頭髮成了8年的梗，那說明這件事是真的。他當時確實在婚內，對吧？至少出沒出軌那咱不知道，但是畢竟他是在 PG One 的家裡，這個是事實。然後2個多月之後呢，他就離婚了。而那個2019年11月那段他被泄露的私密視頻，確實拍攝於他的婚姻結束之後。那順帶一提啊，當時那個 PG One 在2020年，當時他發了一個長文，說他跟那個李小璐的戀情是發生在李小璐離婚之後。PG One 的那段那個文章吧，當年被全網嘲笑成洗白文學。當然現在想想，那如果說李小璐的離婚是在18年就發生了，那麼當年被嘲的最狠的說法，現在看来至少时間還是对得上的但是最關鍵的那道題，確實李小璐她這次還是沒有答，就是全網這8年最想知道，就是17年的12月那天晚上，婚還沒離的時候，賈乃亮說他做頭髮去了那天，他到底有沒有出軌？這次的採訪，他說他有苦衷，他只是這麼說，然後他說事情不是大家以為的那樣，可是就是沒有正面回答。但是確實是你說有苦衷，這不叫答案，對吧？作為公眾人物，這道題只有2種體面的解法，要麼就說清楚，把來龍去脈都拿出來證據，要麼就認下這個錯，承擔他該有的代價。兩頭都不選，含糊着讓大家猜，那輿論按最壞的情況來理解他，確實也不冤這件事兒。但為什麼我還是要說，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李小璐來說確實不公平呢？因為就算你全按最壞的算，同樣的錯，為什麼他付出的是這個代價？我的點在這兒，所以這就引出更大的問題是什麼？是8年不許翻篇，這是誰定的？是按什麼定的？這8年裡，他說他在窗邊也站過，這句我不展開了。然後他說他留下來了，現在他45歲在抖音跳舞賣衣服據說賣的還不錯，可是他要的只是一個合理的工作機會。誰把這個要求變成奢望呢？當然我剛視頻開頭講了很多類似情況的男明星再看那些風波裡的這個女方，比如說文章吧，她還能出現在公眾視野，演了戲還導了戲，對吧？還上了綜藝。姚笛呢，你上一次在戲裡看到她是什麼時候？基本上就消失了這個人。然後陳赫他還在拍綜藝，張子萱應該是已經沒有商務代言了吧？雖然他倆是2口子吧。我列這個名單呢，剛才這個名單不是說想要把這些男明星也都像女明星一樣關進無期徒刑，我不覺得文章不該有工作，也不覺得王力宏不該開演唱會。人犯了錯，付了代價，可以被允許重新開始。我只是覺得這對男人成立，對女人也必須成立。我反對的從來不是說文章能復出，而是為什麼姚笛不能？就是我希望把男女的尺子換成同一把。當然你說用不用它是片方和市場的事兒，原不原諒它是每個觀眾自己的事兒，誰也不欠他的。对，這話沒錯。所以我從頭到尾就是想說的只是那個差別，因為那個差別就像是一台測量儀，它測量每一個女明星，也測量每一個普通人。我也不是說出軌就對，出軌肯定不對。我想說的是，就是滔天大罪應該男女都一樣。那為什麼這個測量儀有2把尺子？我覺得可能有2個具體的原因吧，這是我想的。第一個原因就是你比如說你看骂人的那個詞兒就知道了，當年骂的最狠的不是戀愛腦，而是什麼出軌的女人就該進豬籠什麼之類的，就這種非常惡毒的話，這種話當年是能上熱評的。进豬籠是什麼？是舊社會宗族處決失真女人的刑具，把女人塞進籠子，然後沉入池塘，对吧？再看骂男艺人的詞，一般都是渣男管不住下半身什麼的，再難聽那也是現代的詞兒，是一種道德批評吧，正常的批評。但是你看女的，就是直接把刑具都搬出來了，這是完全2個不同的評判標準。我覺得最關鍵的是成龍那句“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和進豬籠，怎麼說是一套邏輯的2面。就比如說男人犯錯，
它是一個天性，對吧？全天下男人都會犯錯嘛，都會犯同樣的錯嘛。那他犯錯就是天性唄，是一時糊塗唄。錯在我做了這個行為啊，我是犯錯了，他也承認他犯錯了。我錯的只是我這一件事，我錯在了這個行為。那行為是會過去的，行為也是可以被糾正的。但是女人犯錯就不一樣了，那就是髒了，是失真。你錯在的是一個身份，你的這個身份就洗不掉了。所以如果你只是做錯了一件事兒，那是可以改的。一個錯誤的人，那只能消失。所以這套邏輯是哪來的呢？那你看以前就是在那個祠堂時代，女人的貞潔從來都不是自己的品德，它是屬於夫家的財產。一個女人失貞，她動的是香火，是血脈，是繼承權，是宗族之間層面的那種臉面事故，所以要動刑具，要沉池塘。男人在外面胡來，那頂多叫風流，叫你私德不好。100多年過去了，祠堂早就已經拆了，但是這些東西禁锢女人的東西還在。而且說句公道話，這不是哪國的特產啊！1998年那克林頓的醜聞大家都知道吧？男主角做完了那個總統任期，卸任後一場演講還是幾十萬美金。女主角那個萊文斯基當年22歲的實習生，被整個美國當笑話羞辱了20年，改了名字都找不到工作。還有2016年有個那个日本藝人叫貝奇的日本藝人被曝和那個已婚的女人戀愛嘛，然後之後他的節目就全部撤檔，代言也都沒有了，消失了好幾年。但是那位已婚的男方叫川谷惠音，對吧？應該沒有錯。他還是照常發歌，照常巡演。所以確實在全世界在男女出軌這個問題上，意識形態都偏。差別在於啥？差別在於糾錯是否是被允許的。比如說那個萊文斯基，後來他站上了那個 TED 的那個演講台，一條條講當年全美國是怎麼羞辱一個22歲的姑娘的。講完之後，社會就開始還給他公道了。貝奇這幾年也算是一點點回到了屏幕上，但是咱們的這個糾錯機制好像一直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進步。然後說這個兩把尺的第二個原因就是這個，還有一個是梗的這個壽命。我覺得比如說片方啊或者品牌方啊，他選一個明星，他看的倒不是道德檔案，而是就是我用了這個人會不會被罵。你比如說文章的那個周一健那個梗，好像現在很多人都可能都不記得了，2年就沒人玩了。但是你看李小璐那做頭髮那梗，8年還在玩，罵他成了流量入口，見面就能對暗號的那種梗。整個社會對女性的嘲笑和羞辱是隨時都會發生的，發生在飯桌上啊、電視機前啊，甚至兩口子一張床上。這種女性的梗，它本身就是個流量密碼，不是沒人想用它，就是商業它也是趨利避害的嘛，沒有人非要用有風險的人。然後你可能一用它，馬上那個梗接着就出來了，所以可能大家也不敢用它。那我們能做什麼呢？能說點具體的吧，就是我覺得女性能做的就是第一，別去接過那把刀。就比如說這8年罵她最狠的話裡，相當一部分我覺得都來自於女性，這是事實。我們太熟悉這套審判了，熟悉到輪到別的女人受審會下意識的來當那個陪審員。下次手指碰到轉發鍵之前，我覺得停一停，問一句，性別對調這個梗還成立嗎？第二就是對自己用同一條原則，就是錯誤是行為，不是身份。你搞砸過一段感情，一個決定不代表你整個人作廢。別人給女人判無期徒刑，我們至少別給我們自己人判。然後我覺得男性能做的也很具體，第一就是要警惕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就這種話，他表面在開脫，其實也在羞辱你，他默認你天生就管不住自己，你可以不領這個情的。第二就是飯桌上有人玩做頭髮梗的時候，類似這種梗，你可以不笑，也不用辯論，就不笑就夠了。梗它是靠笑聲活着的。第三就是自己問問自己能不能用同一把尺子來衡量。文章可以演戲，那姚笛為什麼不能？尺子的事說完了，這次風波還有個更擰巴的現象，就是他這回開口他哭了，也說自己後悔了，但是你去看那個評論吧，大把人都不滿意。為什麼呢？因為他這次給全網的這個整體的觀感就是5個字，他終於後悔了，他承認自己一把好牌打爛了。可奇怪的是，等了8年的人等到了眼淚，但是就是覺得還差點什麼，差的那點東西啊，我覺得也挺值得說清楚的。就是咱們先看他後悔的是什麼。
我聽那個採訪，我覺得就是他一直在說自己就是後悔自己是戀愛腦嘛，是年輕的時候覺得愛情比事業更重要啊，然後為了感情推掉了一部又一部的戲，就是感觉他是在向自己的人生交代，我把自己的一手好牌打烂了，打沒了，对吧？這叫後悔，這是他對他自己的一種后悔吧。可是我覺得公眾等了8年。好像等的不是這個，公眾等的是叫懺悔的一個東西，就是面向大眾的一個謝罪，就是應該是你說你錯了，你活該，謝謝大家罵醒我。懺悔是表演給別人看的，他給了一個前者，就是我後悔是後悔我自己，是對我自己的，但是他沒有懺悔給後者，所以說怎麼說呢？就剛剛說到這個懺悔是一種表演，那表演就是要有觀眾席的，但是你又沒有表演給觀眾看，那觀眾當然就不散場了。當然你說明星的婚姻它是公共財產，你當明星你的生活就是社會的示範，就是要給別人看的，這話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說到底我們看一個明星，你買的是他的一個節目的票，買的是那個劇場的一張票，对吧？但不是他人生的股份吧。一段婚姻從頭到尾只有2個當事人，他如果說欠的話，也是欠另外的一個人，他不欠我一個懺悔，也不欠你的。不過說實話呢，李小璐真正扎我的倒不是說他在採訪中的後悔呀、眼淚啊什麼，是他在採訪裡一直勸大家，他說一定要選對男人，還有他說他沒有工作機會，就是也是一直跟大家一樣的很焦慮的在生活。為什麼這些話我聽起來就挺扎人的呢？就是你想想，其實這8年砸向他的話，我覺得分2種，一種就是剛才說的浸豬籠的那種非常惡毒的話，我覺得這種話很多人都是很難以承受的，那種話他沒法去回應，也沒辦法消化。有的時候我覺得明星的心理承受能力還是挺強的，就这種話真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來說是很難消化的。而明星要接受多少這樣的謾罵，對吧？他只能硬熬，然後他熬過來了，但是他認真思考了，對他來說另外的一些就是評判也好，批評也好，就是比如說戀愛腦呀，為了男人毀了自己啊。說到這你可能想攔我一句，他有什麼好同情的呢？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人家品牌據說月銷1000萬，住的比我們誰都好，是他有錢，錢的事兒也輪不到我們操心。所以這期我從頭到尾都沒想讓誰去心疼他。怎麼說呢？是我想讓你看的不是說他有多慘，我覺得他也不是在賣慘，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怎麼面對的。因為挫敗這個東西他不看存款，他看落差。一個16歲就拿了金馬影后的人，看着自己的名字變成罵人的梗，和一个普通人丟了那份撐着全家的工作，被全公司背後議論的那種境況，雖然賬面上你是差着10萬8千里，但是內核是同一個，就是我還是不是個有用的人，錢能兜住生活，但是兜不住這些心理上的艱難，我覺得。所以換你試試呢，幾億人用一個梗笑了你8年，你在窗邊還站過，8年後你能坐在鏡頭前平靜的，甚至帶着笑把那些句子一句一句的從自己嘴裡說出來，這需要什麼？我覺得真的需要很強大的內心和勇氣。別人捅你的這把刀你得接住，你還得把它磨鈍，然後你再變成自己的東西，這是一個挺難的一件事。就是人消化一個巨大的傷害，往往不是去推翻它，而是先跟它住在一起，就是接納它，然後再慢慢的去重建它。審判他的話也好，就是說他戀愛腦，說他一手好牌打爛了，這些話由別人說出口，聽起來像是一種，對吧，審判。但是當由他自己來說出來的時候，至少代表他在這個泥潭裡好好生活過，好好思考過，是從很深的地方爬上來的。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回到開頭的那份男女明星不同的境遇的清單，我覺得怎麼說，就是我之前說的那個差別，就是成龍的一句話然後比如說文章的2年，王力宏的2年，但是他8年還沒有過去，這就是剛才說的測量儀，他量出了一個是錯在身份還是錯在行為的這2種不同的結果。明星只是把這套算法這套結果當眾演了一遍，而普通女人是天天生活在裡面的，要不要參與修建這座測量儀，我覺得是每個人你自己說了算。所以這期的問題從來不是公眾該不該原諒李小璐，是該問的是同一件事兒落在女人身上為什麼會自動的就
換一套算法，自動換一套規則。就我開頭說，它會有一天它會輪到你我身上，就是根本不用等到你就是你出軌才會被量。當然出軌肯定不对，這再說一遍，出軌肯定是不對的。但是這不僅僅是出軌的問題，而是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到時候怎麼對你，取決於我們每一次对於這種梗的轉發，对於每一個這種比如說浸豬籠這種非常惡毒的就是羞辱女性的話語的這種高讚，都是在給這套算法給這套規則續費。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今天我們就先聊到這兒吧，我們下期見了。